什么？神延虚显然感到一惊，快要对手的大道金身竟然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他立马开始催动神魂力量，急速的扫荡整个万界圣子之地的空间，马上到嘴的肥肉就这样飞了，换作是谁都无法忍受，但也很快在他的神魂窥探之下，在万米之外的区域上，竟是出现了刚刚消失的那一座大道金身然，而在金身的两边站着两道身影，正是一直在观看的灵动和沐尘。是他们？难道刚刚的空间术就是他们所施展出来的吗？神延虚的目光立马扫向了万米之外的灵动和沐尘两道身影之上，这两人的实力修为他也是知晓，虽然没有自己强大，可是他们能够爆发出极其强大战斗力，还有令他特别印象深刻的乃是他们所施展的力量非常的奇特。就算是你们两个又如何？我神延虚乃是巅峰天位神第一人，所以今日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奇特力量是有多奇特。话音一落，神延虚便是脚步一踏，身影便是消失在原地。在这吐息之间，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灵动和沐尘的上空，一脸藐视的样子盯着他们二人。刚刚是你们将大道金身从我的手里夺走的。神延虚的身影很轻，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杀机。面对这一位能够将天罗殿和圣花殿的神交都击败的神延虚，但并没有像其他九重天位神那般面带惧色，反而灵动和沐尘展示出他们非常冷静的神色。然后灵动率先沉声开口：没错，这座大道金身乃是我这位兄弟的第8座原始法身，我不希望他落入他人之手，就算是你也不行。闻言，神延虚却是大笑了起来，片刻后再次安静了下来，带着怒声道：这乃是我需要的东西，只要我获得了万界圣子之名，拥有大道机缘录，便可将一举炼化大道金身的本源。你们的口气还真是够大，不怕待会被我打得跪地求饶吗？我们知道你的实力很强大，不然那也不会将两位与你实力修为相同的神交击败。但这大道金身乃是我修炼的必须之物，我并不能眼睁的让你将其拿走。沐尘此刻便是接话过去，虽然他们的实力修为不如神延虚，可是他们的身上可都有着大咒神物，所以也不见得会输给对方。这两人疯了吧？为了一座大道金身，竟然连命都不要，真是狠人啊！不少九重天位神的那些强者开始议论起来，换作是他们都不敢对神延虚这般说话，能够保命才是最要紧的。神延虚的目光中散发出能够令人窒息的精芒，一股掩饰不住的杀意已经开始弥漫而出。既然你们两个想要送死，我就成全你们，一招我便将你们二人彻底的认清一下我们之间的真正差距。神延虚悬浮在灵动和沐尘的上空，目光冷冽的俯视下方，手中不知在什么时候握着一把闪烁着星辰光芒的长剑，一股强大的气息随着他的呼吸在空气中有规律的波动起来。突然，神延虚缓缓微微低头，剑尖指向灵动和沐尘二人的身躯，可怕的无尽剑气瞬间笼罩这片空间，仿佛一道微风吹过，都让他们的神体感到一股刺痛。这些微风都像是看不见的剑气，从他们二人身上吹过。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得现场所有九重天位神的眼瞳都是一缩，心跳都是加快了几分。在神延虚的身后虚空，那里竟是出现了1颗、2颗、100颗、万颗，直至100万颗的星辰，逐一浮现在他们的震惊眼眸中。红色100万颗天位星辰，对于这些同为九重天位神来说，100万颗星辰还不算什么惊奇，让他们惊奇的是，这100万星辰竟然是红色，这简直让他们跌入了深深的谷底中。他们都知道，达到了100万颗星辰后，其颜色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一般两位实力相当的九重天位神交手，如果天位星辰海的颜色也都一样的话，那么就算交战到死也是两败俱伤，不存在胜负。但如果这两位九重天位神的天位星辰海颜色不同，那么就会是天地之差，而红色便是天位星辰海中的最高等级，其力量自然能够碾压红色天位星辰海之下的九重天位神。也就是这样，在神延虚施展出天位星辰海的时候，才让这些九重天位神大吃一惊。或许在他们之中，怕是没有任何一位是拥有红色天位星辰海，原本就没有机会再争夺万界圣子之名的他们，再次见到神延虚的红色天位星辰海后，更是直接有了当场想要主动退场的想法。神延虚身后的红色天位星辰海正以一种极其震撼人心的磅礴气势显现而出，红色星辰如潮水般汇聚，形成一片耀眼的红色星海，仿佛是天穹之下的另一片天地星辰之间的力量在不断碰撞、融合交汇，渐渐的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爆发之势。红色100万颗星辰，你们二位该如何应对？神延虚野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天地间，充满了挑衅与不屑。他的身影在红色星光的照耀下显得愈发高大，宛如是一位天位神之中的主宰，掌握着天位神界的所有力量，只需要他愿意，就能够轻蔑间毁灭一切万物。周围的景物在这股力量的波动弥漫下，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只有神延虚和他的红色天位星辰海成为了这片天地间最为夺目的存在。他不再多言，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对手的回应。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是无尽的自信与决断。之所以没有直接出手，是因为他也想看看这二人将会施展出什么力量，能够与之对抗。灵动和沐尘二人自然是明白了神延虚的意思，二人相视一眼，然后一道低吼之声自他们的嘴中迸发而出。你以为只有你有红色天位星辰海吗？话音刚刚落下，
那些还想看戏的九重天卫神脸庞开始剧烈的抽搐起来，心想着，难道这二人也是红色天卫星辰海？显然他们很不相信，但下一刻他们从不相信的面色立马变化为一道无比震惊失色的模样。灵动和沐尘间并肩站立，面对着众神奇强者那满是震惊的目光，他们彼此对视一笑，双眼中闪烁着坚定与不屈。灵动缓缓抬手，掌心向上，一股无形的力量波动荡漾开来，那是属于他的天卫星辰海，10万颗璀璨的星辰在他的召唤下汇聚成一片耀眼的红色星海。沐尘亦是如此，他的手掌轻轻一挥，空间仿佛被拉成扭曲，一股同样强烈的红色星海气息随之爆发，与灵动的天卫星辰海相互呼应。10万颗星辰竟然也是红色，现场的所有神奇强者瞪大了眼睛，喃喃自语，红色天卫星辰海的修炼者，据闻在10万个修炼者中也不过寥寥几人，而如今现场却出现了3位，这如何不让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惊？如何不让人怀疑眼前的景象是否真实？他们之前最高等级的也就是黑色天卫星辰海，想要也是代表着他们自身的潜力，因为天卫星辰海的等级便是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潜力，所以说能够激发出红色天卫星辰海等级的修炼者，那么其潜力都是无可限量的存在。此时此刻，在这些九重天卫神那震惊的目光下，也再不会小看灵动和沐尘二人。灵动和沐尘身后的天卫星辰海随着他们力量的释放变得愈发深邃，红色星辰如同跳跃的星火，不断的在虚空中旋转，闪烁着两人的气势，如同两座不可撼动的巍峨山峰，顶天立地。他们的存在让这片空间都显得扭曲，仿佛随时都会崩裂一般。就在这时，灵动和沐尘同时轻喝一声，他们的天卫星辰海如同受到了某种指令，开始剧烈动荡起来。红色的星辰光芒冲天而起，形成2道耀眼的光柱，直冲云霄。众神奇强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他们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两人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境界。灵动和沐尘的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变化，但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的决意和力量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他们知道，这一刻他们的实力将决定一切，他们的命运将由这一刻开始改写。厉害，没想到你们的天卫星辰海也是达到了红色的等级，的确是1万个人中都少见。可是你们也不要忘记了，你们只是8重天卫神而已，而我乃是货真价实的9重天卫神，你们觉得可以击败我吗？神颜虚道士脸上也挂着一丝吃惊，没想到只有8重天卫神的灵动沐尘二人也是红色天卫星辰海，虽然是非常难得的奇才，可是今日也必须陨落在自己的手中。要是日后再让这2位成长起来，那么对自己也是一种威胁。灵动沐尘耸了耸肩道，你说的没错，我们的修为的确逊色于你，但是如果我们加上神物的力量，那么就不好定夺了。10大祖符出7座原始法身现。灵动站立在苍穹之下，身姿挺拔如松，爆发出去，得到神愿之气，将10道祖符催动而起。10道璀璨的光芒围绕着他上下飞舞，像是10柄舞动的利剑，划破长空。每一道光芒都蕴含着古老而强大的神秘力量，它们或炽热如火，或冰冷若霜，或沉稳如山，或狂暴如雷。这些祖符力量彼此碰撞，却并不相冲，仿佛在演绎着一场无声的交响乐一般，无比的神秘玄奥。一人的身上有着10道不同属性的力量，简直就是在整个大宙中都是非常的少见。当然，也有一些9重天卫神强者纷纷看出了灵动周身内所散发出来的光源那是祖符。一道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传了出来，祖符那可是大宙中的神物之一啊。传闻在天古浩劫时期，也有一位传说中的大能拥有着类似10道属性的可怕力量，难道此人与那位传说中的大能有着什么关系？感受到了灵动周身的那10种属性的力量，顿时让他们这些9重天卫神想起了那个传闻，心中已是无比的骇然。沐尘站在另一端，他的目光坚定，7座原始法身在他的周身肃立，每一座都散发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波动，散发出同样不弱于祖符的力量。这些原始法身仿佛是古老神灵的化身，他们的气息原始而又纯净，如同是大宙中最本源的力量。但还没有结束宣解，沐尘双手结印，眉心处突兀地浮现出一道散发出原始气息的印记，那是一道法心之眼，透着深邃和智慧，仿佛能洞察一切万物的存在。周围的天地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变得扭曲，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般，厚重而沉闷。灵动和沐尘两人就在这股力量的交汇处，他们的眼神中流露着对即将到来的一场决战做好了全力的准备。这片天地充满了神秘与紧张的气氛，仿佛是回到了天古纪元时期中的震撼一幕，既让人感到敬畏，又让人不禁为这2个操控者都捏一把冷汗。原来这便是你们所拥有的大宙神物，10道祖符，7座原始法身。难道刚刚你们会夺取我即将获得的大道金身？看来这便是你的主修资源啊！如果将你的大道金身夺回，那么你恐怕很难有提升修为的机会了。修炼神物有利与弊，利就是一旦你们这些拥有神物的修炼者集齐了自身所有的神物，便会有着大蜕变；弊就是你们想要提升很大的修为，就必须寻找你们主修的神物，不然一旦你们的主修神物失去其中一样，就会修为大跌，或者没能集齐全部，就没能再有修为大提升的可能。所以大道金身我要了，
还有你的10大祖符我也要了，这2样可都是不亚于神火的存在啊。神延虚此刻对灵动的祖符以及牧尘的原始法身感到了兴趣，甚至还想要将其夺取，这野心也真是够大的。但面对神延虚的这种贪婪的野心，灵动和牧尘2人倒是并没有惊慌，反而表现得非常有自信之色。特别是灵动，如今他已经将10大祖符全部集齐以及炼化，那么对于10种属性力量的掌控，简直就是轻而易举。